这两台笔记本电脑是七彩虹最新的匠心系列游戏本，它们都搭载了英特尔最新的13代酷睿 i7-13700H 处理器与 RTX 40系显卡。那么这次正好借这两台笔记本给广大刚买或者准备买笔记本的同学做一个笔记本的验机教程、笔记本的优化设置、笔记本加装硬盘以及笔记本性能测试之类的一条龙的教程。同时也给大家看看英特尔最新的13代 i7-13700H 处理器搭配 RTX 4050和4070显卡的七彩虹匠心系列游戏本在实际游戏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希望能给正准备买电脑的你做一个参考。那首先就是新机的验机。收到笔记本的时候，先别让快递员走，说你要先开箱验机。那如果快递员已经走了，那么你在拆卸包裹的时候要全程录像。那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万一你新买的电脑有破损、划痕之类的东西，你是有证据可以联系商家退换货的。那如果没有这个证据，商家可能会拒不承认。那我们要做的第一就是先看外包装上的信息跟你买的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跟你买的不一样，那么可以直接拒收。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拆开外包装，看看内包装有没有破损之类的。内包装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取出电脑了。取出电脑后，主要就是要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外观，看看有没有划痕、指纹之类的东西。要特别留意最底面的脚垫上有没有沾灰，电脑的各个接口有没有明显的擦拔过的痕迹。还有就是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长按一下开机键。那如果电脑直接开机了，就说明你买的电脑很大可能不是全新的。那如果电脑没有反应，则表示正常，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新电脑第一次开机都要插电源。那检查外观没有问题，就可以签收并且停止录像了。插入电源，长按开机键开机。进行一些很基础的系统设置，但是一定要注意连接网络这里不要联网，也不要插网线，因为联网之后后面会让你登录微软账号，系统会自动激活，你的7天无理由退货就没了。正确的做法是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Shift 加 F10两个键，输入这串字符，大小写都可以。那如果你操作的时候发现这个命令无效了，也可以在 B 站搜索 Win11 跳过联网，选择最新发布，就能找到最新版本跳过联网的方法，然后电脑就会重启。又是熟悉的系统设置，只不过联网这里多了一个我没有 Internet 的连接，继续执行受限设置，接受协议。这里要注意名字尽量不要用中文，因为用中文的话，在后续使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软件的 bug。那比如说有的游戏不能存档之类的。输入开机密码，3个安全问题，隐私这里点下一页，最后2个广告相关的建议关掉，然后等几分钟就进入到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电脑是没有网的，身边没有其他电脑的话，我们可以用安卓手机下载一个图吧工具箱。立即下载，点第一个默认下载，点击查看，是180多兆的，这个就没错了。然后把手机接入电脑，选择传输文件，在电脑上点击下面的文件管理器，左侧点击此电脑，点击手机，找 DOWNLOAD 的文件夹，把图吧工具箱移动到电脑上，双击打开，点击试。然后打开图吧工具箱，这里面汇总了很多验机工具。第一个就是点击硬件信息，看看参数跟你买的一样不一样。然后点击磁盘工具，点第二个 DISK-INFO， 这个主要就是看硬盘的通电次数、通电时间。那一般新电脑通电的次数都在50次，时间在25个小时左右。因为新电脑在出厂前都会进行测试、烤机之类的。那如果是新品首发，可能还会测试的更加严格，导致通电次数和通电时间更长。那这些都是正常的，不用过分关注。那如果你的硬盘通电次数和时间都只有个位数，那么翻新或者换硬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第二个测试是点击屏幕工具，坏点与漏光测试，这个也是我们测试的重点，就是要仔细的盯着屏幕看，就是看在各种颜色下有没有白色的点或者跟其他颜色不一样的点。那我这块屏幕就是没有任何坏点的，俗称完美屏。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模拟一下有坏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不管你切换什么颜色，它总有一个颜色的点跟其他颜色不一样。那一般来说3个坏点以内算正常的，商家不会以质量问题给你换货。但这个时候我们是有7天无理由权利的，如果你不能接受也不着急用电脑的话，退换货就行。然后点击外设工具，第一个 KEY 这个是键盘测试工具。那你要做的就是长按键盘上的每一个按键，看它会不会闪烁断触，然后带大家认识一下笔记本上常见的接口。那 USB 接口大家都很熟了，那要注意的就是鼠标、键盘之类的外设尽量接在 USB 2.0 接口上，它不会影响鼠标的性能。那如果你接在 USB 3.0 接口上的话，那有一些电脑如果再插入一个 U 盘，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鼠标，会让你的鼠标变得很卡顿。那这个是插网线的接口，这个有闪电标志的 Type C 就是雷电接口，也是目前电脑上最强的接口。
口，它既可以接有 Type-C 接口的显示器，也可以接高性能的移动硬盘。那比如说我接一块支持雷电协议的移动硬盘，它的传输速度就可以达到 3.1GB 每秒。那你有任何 Type-C 接口的设备都可以优先使用这个接口。这个是它内存卡的，有的电脑有，有的电脑就没有。那这个是普通的 Type-C 数据接口，可以当普通的 USB 接口来用。那还有一种旁边会写有 D 字样的，这种可以用来接显示器。那这个是 HDMI 接口，很常见，就是接显示器、接电视、接投影仪啥的。那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是迷你 DP 接口，也是接显示器的。它其实就是把电脑显示器上标准尺寸的 DP 接口给缩小了，这样更节省笔记本上的空间。你在买线的时候可以搜迷你 DP 转 DP。那这个就是电源接口了，每个品牌的笔记本都不太一样，有圆的，有方的，啥类型的都有。那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接口就是笔记本锁，你可以去网上20多块钱买一个这样的锁，插进这个锁孔里就能给笔记本上一把物理的防盗锁。那这个东西对于大学生把电脑放在图书馆，或者是夏天男生宿舍晚上开门睡觉的时候有一定的防盗效果。检查电脑各个方面都没啥问题后，我们就可以联网了。然后我们进行一些必要的优化设置，在桌面右键鼠标个性化，点击主题，桌面图标设置，计算机打上对勾，确定，这样我的电脑就出现在桌面上了。在桌面右键鼠标显示设置，显示器分辨率，看看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最佳分辨率，点击高级设置，选择刷新率，检查一下你开的是不是最高的刷新率。在桌面右键鼠标显示更多选项，选择 NVIDIA 控制面板，点左上角的配置这个 SURROUND 这个选项，在这里就能看到你的电脑是不是独显直连。比如说我的电脑现在有2个显卡，一个是 RTX 4050，一个是英特尔的 UHD 核心显卡。那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显示屏，也就是笔记本的屏幕，是接在了英特尔的核心显卡上，这就不是独显直连，显卡的性能就会有一些损失。那我们可以在任务栏里打开电脑自带的控制中心软件，每个品牌的电脑这个界面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仔细找找应该都能找到切换 GPU 的选项。那这2个选项，一个是只用独立显卡，一个是混合连接模式。我们改为独显直连，重启电脑生效。重启之后再打开看看，笔记本的显示屏就已经接在了 RTX 4050上了。那如果你是要外接显示器的话，同样也要检查显示器是不是接在独立显卡上。那比如说我的这个显示器，如果是接在雷电接口上，显示的就是接在核心显卡上了。那如果我换成 HDMI 接口，就显示接在独立显卡上。那我再换 DP 接口，也是显示接在独立显卡上。那这就是独显直连，可以有更好的游戏性能。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设置，就是打开电脑的控制中心，找到电池选项。那游戏笔记本一般都是一直接着电源的，那如果长时间保持100%的电量，可能会造成电池鼓包。那推荐把电池设置改为低于70%充电，到80%停止，或者你自己自定义也行。但目的就是不要让电池时时刻刻都处于满电状态，这样可以防止电池鼓包，增加电池的寿命。然后我们点击屏幕下方的搜索，输入鼠标，点击鼠标设置，其他鼠标设置，指针选项，把提高指针精准度关掉。这个功能是针对性能很弱的 DPI 很低的办公鼠标做的优化。游戏鼠标开这个会让你玩游戏时鼠标定位不准。在电脑最下方搜索传递优化，点击传递优化高级设置。这个东西会在后台偷偷跑你的流量，占用你的网速。下载设置这里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可以让你的系统更新速度更快。但是上传设置这里建议把这2个都打上对勾，然后全部拉到最低，尽量减少影响。那在 Windows 11上，右键功能也被改得很不实用。那如果你不喜欢 Windows 11的右键功能，那么可以改回 Win10的样式。鼠标右键点击最下方的 Windows 图标，点击终端管理员，然后它会蹦出来一个通知。那这个通知是非常烦人的，我一般都是选择从不通知，然后点击确定。那以后再打开软件啥的，就不会再有烦人的通知了。再次右键下面的 Windows 图标，选择终端管理员，复制这一行代码。那代码我会放在视频简介里。回车，提示操作成功，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右键就改回了 Win10的效果了。那很多笔记本默认的就是 512GB 的硬盘，装几个游戏就满了。那大部分经常玩游戏的玩家，后续也都会选择给笔记本加装一块硬盘。虽然拆机加装硬盘不会失去保修，但是新手新买的电脑建议先不要这么做。在拆机之前，要先除去身上的静电，那可以用静电手环或者是洗手、触摸金属门把手之类的释放静电。建议是从中间开始拆螺丝。那有些电脑的螺丝长短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建议拆下来的每一颗螺丝都按照拆下来的位置摆好，不要乱。拆完后就是最困难的一步。很多电脑的后盖是有卡扣的，先在侧面找一个容易掰的位置，慢慢给掰开一个缝儿，
然后用身份证、银行卡或者拆机片之类的给小心撬开。每台电脑的难易程度不太一样，但一定要小心，切勿大力出奇迹。然后观察里面有没有排线与后盖相连，那确保安全情况下就可以取下后盖了。这个细长的东西就是固态硬盘，那大部分电脑都会预留有多余的硬盘位。在选笔记本硬盘的时候，尽量不要选这种双面颗粒的，因为这种硬盘会比较厚，有一些笔记本电脑可能会装不上。那尽量选择这种单面颗粒的，兼容性更好一些。给笔记本扩容的硬盘没必要买太好的，毕竟我们只是放游戏和电影啥的。你花同样的钱能买2TB 的中低端硬盘，就绝不买1TB 的旗舰级硬盘。那我后续也会测试推荐一些便宜好用、温度低、容量大的适合笔记本的电脑硬盘。然后我们要拧下这里的一颗螺丝，然后对准接口插上硬盘，再把螺丝拧上，固定好硬盘。买硬盘的时候，有些卖家会送这种硬盘的导热贴，那没有的话，去网上买也很便宜，几块钱还包邮。撕掉塑料膜，把它贴在硬盘上，它可以让硬盘与电脑外壳接触的更加紧密，提高硬盘的散热效率。扣上外壳，拧上螺丝，大功告成。但这个时候你在电脑里是找不到这块硬盘的，点最下方的搜索，输入硬盘，点击创建并格式化硬盘分区。那这个未分配的就是新硬盘，点击硬盘右键新建简单卷，一直点下一步完成。那在我的电脑里就可以找到这块硬盘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测试工具了。那这后面就是属于玩和折腾的环节了。在跑分测试软件中用的人比较多，操作也简单的就是 3D Mark。 那不过这个软件要收费， VGame 或者 Steam 经常有优惠，10几块钱就能拿下。那里面有很多测试工具，常用的就是 TimeSpy， 它主要是测试显卡和 CPU 的游戏性能。那最后会得出一个显卡分、CPU 分还有总分，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分数去网上跟其他人的电脑进行对比。那比如说我的笔记本的 RTX 4050显卡分数是8672分，已经跟台式机上的 RTX 2070和3060是一个水平的了。那你也可以拿你手里的旧电脑跑个分，然后跟我的4050的显卡进行对比，看看差距大不大，再决定要不要升级你的旧电脑。那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压力测试，就是把一个测试跑20次，大概20分钟。那这个测试主要是看散热对电脑性能的影响。测试完后会给你一个通过率，只要能达到97%以上就算通过测试。那数值越高，说明你的电脑在长时间玩游戏时的帧率越稳定，不会因为电脑发热而让帧数有太大的波动。还有一个免费且简单的软件就是 Cinebench R23，这个软件是测试 CPU 性能的，在微软自带的商店里就能下载。虽然不支持中文，但使用起来很简单。左上角第一个是 CPU 多核测试，第二个是 CPU 的单核测试。这个测试会自动跑10分钟左右，对 CPU 的压力非常大。你可以搭配任务管理器来查看 CPU 运行时的频率，也可以在图八工具箱主板一栏里打开 IDA64 软件，在计算机选项中找到传感器来查看 CPU 的温度，最后会给出一个得分。那多核一般就是剪视频、搞设计、渲染之类的生产力用户可以重点考虑，那单核一般就是游戏玩家，特别是网络游戏玩家可以重点考虑。也有很多人问我，像这样的游戏左上角的帧数是怎么弄的？那这个工具就是 MSI Afterburner， 俗称微星小飞机，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软件，在图八工具箱里，其他工具里就有下载。下载完成后打开安装 OK， 下一步接受，下一步选择安装位置。这个时候这里会蹦出来一个小窗口，这个非常关键，没有中文，点 OK Next， 点上面的同意 Next， 选择安装位置 Next， 点中间的这个安装，等待安装完成，然后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窗口都关掉。这里可以点击小任务栏，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图标，那没有的话就要去软件列表里打开这个软件，小任务栏里有这个图标的时候才会在游戏里显示帧数等信息。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些设置，点击 OSD 显示，把显示和隐藏 OSD 设置一个快捷键。那比如说我设置一个 F9 键，是开启和隐藏显示的切换， F10 显示， F11 隐藏应用，然后点上面的监控，点击你想要显示的信息，比如说 GPU 温度，也就是显卡温度，点击在 OSD 上显示， GPU 使用率在 OSD 上显示，显卡核心频率在 OSD 上显示，还有就是 CPU temperature， 也就是 CPU 的温度， CPU 的 usage， 也就是使用率，
CPU clock， 也就是 CPU 时钟，看不懂的英文都可以去网上查。那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帧率，要注意帧率前面默认是没有打对勾的，我们要先打上对勾，然后点上在 OSD 显示，最后点上确定或者应用就行了。这样我们在游戏里就能按 F9 显示或者隐藏帧率信息了。这里也顺便给大家看一看笔记本上 RTX 4050的显卡和4070的显卡在主流热门游戏中的表现，给正在纠结不知道买什么配置的同学一点参考。首先是最近比较火的原子之心，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开图的这个场景4050能跑90多帧，4070能跑接近125帧左右。那这个场景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张显卡占用都能到99%左右，4050有110帧，4070有145帧。在换成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后，4050能跑个82帧，4070能跑个109帧。然后是霍格沃兹之遗，1080p 最高画质4050能跑100帧左右，而4070显卡只占用了80%多，帧率120帧。切换到 2K 画质，4050显卡可以跑得很满，帧数有80帧左右，而4070还是跑不满，帧数也是只有80-90帧。那4070在这个游戏中，只有开 4K 分辨率最高画质显卡才能跑满99%，50-60的帧数还算流畅。然后是吃鸡，在 1080p 3极致画质下，两张显卡帧数差不多都是300帧出头。那4050显卡占用80%多，4070显卡占用60%多。那如果把画质升至为全最高，那4050显卡能跑满100%，帧数在180帧左右，而4070显卡依然跑不满，帧率在237帧左右。把画质升级为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那两张显卡都能跑满100%，4050平均107帧，4070平均158帧。然后是极限竞速地平线5，1080p 最高画质，4070显卡占用到不了100%，平均帧数93帧，而4050能轻松跑满100%的占用，但是显存不够用了，玩一会儿的话就会爆显存，平均帧率只有57帧。那如果把4050显卡的画质调低一档到超高画质的话，显卡占用依然能到99%左右，平均92帧也不会爆显存不够用了。在 2K 分辨率下，4050显卡最高画质平均帧数45帧，而4070显卡占用也能上来了，能跑到平均83帧。那最后是《荒野大镖客2》，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4070显卡现在有 bug， 显卡占用上不去，帧率还不如4050，所以不能作为参考。那4050在 1080p 最高画质下能跑到78帧，在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下也能跑到平均59帧。那综合来说，4050的显卡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在很多大型3A 游戏中，不管是 1080p 还是 2K 分辨率都能跑满显卡，也能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流畅玩绝大部分的游戏。而4070显卡在 1080p 分辨率下很难跑满显卡，搭配 2K 高刷显示器或者外接 4K 电视之类的会更合适。那么以上就是这期关于新手买笔记本的一条龙教程了。感谢七彩虹的蒋星系列笔记本让我完成了这条视频。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点帮助，那么欢迎发2条弹幕，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